这是我今天要骑的单车，用的 Gravel 胎700C， 还比较宽的轮胎，是可以应付各种路面，然后也有 Aero Bar 气动车把，可以骑得比较快速，可能平均32左右，这个车可以轻松的应付。2个水壶，一个里面有能量饮料，然后各种灯，后视雷达，前面有一个警示灯。芬兰现在新的规定是骑自行车要有前后的警示灯，可以避免一些事故。现在是上午10点，天气非常非常好，温度23、22左右。这可能是今年最后一个温暖灿烂的日子了，下一个周末天气就会变成阴天降温，据说只有14度。骑车的话就会没有那么愉快，当然能在路上总是愉快的。这就是赫尔辛基城区，不对，我们现在在赫尔辛基西部的城市 Espoo。这是周日早晨城区的交通状况，所以今天骑 Gravel 还是有必要。这个车呢，我通常夏天的时候会换上公路胎，然后碳纤维的刀圈。比较适合长途高速骑行。个人以为呢 ，Gravel 是一项比较，比起公路自行车来说，是一项比较亲民的运动。你不需要在路上和机动车一起骑，不需要去追求速度，可以享受周围的环境，可以去一些林间的小路，可以带上啤酒，和朋友们一起去打包露营，这些都可以通过 Gravel 自行车来实现。他有说到我在平常用的公路车上，装了 Gravel 的轮胎。其实 Gravel 不仅仅是换上大轮胎这么简单。Gravel 因为要应付一些复杂的路况，所以通常车把要宽一些。而我的车把呢，就是公路车的车把。除此之外呢 ，Gravel 的车它的齿轮比会更低一些，就是你可以获得更大的扭力。然后攀登更陡峭的山坡，而公路车呢，通常来说是追求速度，需要在比较像现在这种路面，比较光滑的路面上，效率会比较高。有人在练习竞走。旁边是一片高尔夫球场。我记得听人说过，cycling is the new golf， 就是自行车运动是新兴的高尔夫替代运动，见仁见智啦。对于体能的要求来说，自行车还是高很多的。平常上班会骑到的路，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觉得是在出去旅行。送货机器人。
又是一个红绿灯。今天的这条路不是我自己规划的，从一个叫做 Komoot 的 App 上面随意搜了一下，结果就是这样的。但是天气很不错呀，抓紧时间享受这样的天气，还是有点热的。虽然没有国内40度那么夸张，但是骑了一小会儿，可能不到半小时吧，也没有骑很快，25左右，平均，就感觉身上已经出了一层汗了。公路 gravel， 公路历史路，公路历史路，著名的自行车环岛，是阿斯珀市最大的一个自行车环岛。你看，周围是公路的高架，然后这里呢，几个方向是去不同的自行车可以到达的目的地。我感觉我好像出错路口了，光顾着路了，那就再录一遍吧。应该在公路的另一侧出来。在这里，今天的交通真的很少，当然平常人也不是很多，但今天我基本上没有看到多少人。你们看，夏天这么快就结束了。今天这个路线的规划我还是有一点怨念的。这什么路啊？各种各样的小路里面钻来钻去，居民区啊，根本就不是适合骑行的路。没有最崩溃，只有更崩溃。这简直不仅是没有自行车的路，连机动车的路都没有。我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，但是我现在还不清楚该怎么过去。看一下吧。现在总算到了比较车辆稀少的郊区了，也就用了35到40分钟的时间吧。正常情况下，可能30分钟足够了。刚才这个标志是环欧洲自行车路线，听上去蛮高大上的。就是你可以选一个起点，在这条路上就能穿过欧盟所有的国家。具体多少公里我不清楚，
可以当做退休以后的挑战。我们现在骑了20公里，耗时53分钟。天哪，真的好慢！我的借口是因为在城里的那些路线太糟糕了，其实直到现在这些路线也是比较糟糕的，但没关系，今天我们是出来放松的。我有一个骑行的朋友说，他需要每周出去骑至少4次，这样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心理健康。因为在芬兰确实比较少社交，天气又不总是这么好，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，抑郁症的患者很多，能够经常出来骑一下，对身心还是蛮有好处的。所以就当作是一种疗愈好了。我们难道已经到了山里了吗？其实不是。芬兰这个地方最不缺的就是树，大概城市里走步行20分钟的话，也可以到一片树林。路开始变好了，在这一期还是心旷神怡的。僻静的火车站，路上有一些其他的骑行者，他们2个人在自行车道，而我呢跟着这个人在公路上。在公路上的好处是，
道路质量通常比较好，而且不需要有一些路口啊什么的，需要经常停顿。现在我们已经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，这个目的地呢叫做 Bogalanniemi， 是一个半岛，延伸到芬兰南部海岸线的南端，有马。然后呢，上次我们有自驾去那里，作为一个周末的远足，非常的漂亮。那里应该也是一个芬兰的国家公园。现在路上已经没有很多车辆，还有其他的人。在这种条件下骑行还是很惬意的。这里景色真的很好哎。路边的景色。人间美景啊！Mä kerron sulle. Mä kerron sulle, että käytetään. Oletko aika niin hyvä? Ei sinä uudestaan täällä.
便的休息过后，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本次旅程的终点。现在有很多蜿蜒的上下的小路，如果是开车来呢，估计也不会开的比骑自行车快多少。在这样的小路情况下，有很多的这种减速带，要和别的车错车。我们终点按计划应该在左侧，但我决定来右侧看一下。左侧那里我知道是一个小码头以及码头餐厅，有三文鱼汤作为午餐。总体来说消费比较高。刚才在咖啡厅遇到了之前在咨询公司的2个同事，然后他们2个现在一男一女成了一对儿，刚一起买了房子，真替他们高兴。最近几年很多人都跳槽，找自己更适合的新的挑战还有机会。刚才2个前同事，2个人都已经跳到了别的公司。然后2个人现在一起骑gravel bike， 一起在这边昨晚露营，还蛮开心的。来看一下现在的 gravel road。其实这种路面并不能算作 gravel 了，是夯实的非常坚固的土路。但是公路车呢，骑这种路还是比较辛苦，看有各种各样的坑。gravel 车的轮胎宽一点，就会在这样的路面行驶会比较稳定。应该很快就要到头了，我们看一下。刚才换了路线，导航让我从前面绕回去。我不确定哦，因为很多的时候导航推荐的这种土路是不适合骑车的，像刚才这里压根就没有路，让我右转。直接去林子里吗？有车，有2辆车。这样的路面单手握把还有点危险的。而且我捏的左边刹车是前轮，如果紧急刹车的话，可能会翻过去。我过来原因是想看到海，所以希望路的尽头是海。希望路的尽头是海。
这里应该离我们本次的终点还蛮近了。找一个地方把车放倒。然后我们下来看一下。这是这边典型的海边的地貌，有大石块，上面长满苔藓。穿着骑行鞋实在是不适合走这样的路面。不过 anyway， 我们已经到了海平面。还是小有成就感。这里的水不算非常干净，我就不下去游泳了。何况有没有带泳衣？前面有一艘小游艇，帆船。有点感觉的枯树枝，嘿嘿，有点无聊。哦。继续。下面这条路呢，是车辆不可以进入，所以不用担心有人在后面需要错车。带你体验真实的北欧树林。地面上覆盖的大多数的这些灌木呢，这种不是，这是蕨类。刚才看到那些灌木，这种都是蓝莓。现在应该已经过了蓝莓盛产的季节，但是树林里应该有很多蘑菇。秋天是收获蘑菇的季节。我们应该到了这个半岛的最南端，很快就可以看到开阔的海面。刚才看到了私人领地的进入标志，我想应该是在某个地方走错了路。这附近都是有院墙的私人住宅。这是芬兰国家公园典型的路标，前方0.2公里，200米处应有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。因为之前来过一次，我知道那里有不错的风景可以拍到。能闻到空气里泥土的气息。
这里有一个歇脚的小木屋，不要乱丢垃圾哦。OK， 这里还有一个可以用来烧烤的灶台。有点意思，像是从海里捞出来的酒瓶子。我听说有一种葡萄酒，厂家会把瓶子沉到海底，几年以后再打捞上来，然后瓶子表面都生长了各种海洋生物，大概和这个感觉差不多。就在这里小憩一下海水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，温暖的、湿润的。能听到浪声吗？其实也没有什么浪，就是应该是摩托艇刚才经过的时候推起的水。我记得上次来这里水是没过来的，所以没有这么好走。然后这里是一个很美的地方。上得去下不来的感觉。看一下腿上扬起的灰尘粘在小腿的前侧，这是骑 gravel 典型的特征。此处应该有音乐。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功能，往后的码表可以显示附近其他的骑行者。我想前面这个人应该骑得还蛮快的，因为他保持在我前面这个距离已经蛮长时间了。再次经过刚才的咖啡馆。
侧的这个车子，还有红色的标识，是提醒我有车辆将要经过。看一下，还有一辆。等他们经过以后，就会变成绿色。看到那边的射线了没有？现在的里程是99.8，看一下，99.9，到家的时候应该正好100。Let's see。100整。OK， 虽然很累，但是还是蛮有成就感的一天。